俄乌局势陷入焦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乌方只有在收复自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失去的领土后，才会坐下来与俄罗斯谈判。但俄副外长对此回应指，这一言论给乌方寻求和平解决的愿望蒙上阴影。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简报，俄军使用多枚海基和空射远程高精度导弹，摧毁了在扎波罗热市多个乌克兰航空工业巨头马达西奇的工厂车间。而北约也仍在继续煽风点火，甚至扬言准备直接进入黑海地区。对此，西方官员匿名警告称，这会增加该地区的风险，最好不要做。被摧毁的马达西奇工厂车间生产乌克兰空军战机和无人机所需的航空发动机。苏联时期，该工厂曾被称为苏联航空工业的心脏。值得注意的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为了达到去军事化的目标，俄军对于乌克兰的军工业采取了远程空中打击和导弹部队精确打击的双重方式，将乌克兰的军工业近乎摧毁殆尽。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这场军事对峙和消耗战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毕竟乌克兰没有这个国防工业体系，没有那样一个持续战争的这个经济体系支持，而俄罗斯恰恰有着这个自身的完整的国防体系，以及俄罗斯目前经济上保持较强的稳定性。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西方的支援和西方的援助不能持续，或者是西方的援助不能够如期而至的话，对于乌克兰来说将是一个困难时期。俄乌局势焦灼。英国《卫报》周三报道称，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公开谴责北约，现在已经完全袖手旁观了。他说，起初北约被公认为是强大的力量，但战争总是一场揭掉面具的考验。虽然一些北约盟国正在帮助乌克兰，但北约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俄罗斯对乌行动。事实上，北约一直避免直接介入俄乌冲突，但却以提供军援的方式不断供货。另一方面，又频繁在俄罗斯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周二，作为欧洲防卫者2022军演的一部分，丹麦和美国的联合军演在波罗的海伯恩霍尔姆岛举行。丹麦方面派出了300名军人以及战机、护卫舰和火箭炮等武器装备参与军演，而欧洲防卫者系列军演有来自北约30个国家多达4万名军人参加。而本月中旬展开的海王星盾牌北约联合军演也继续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在周二的演习里，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也参与其中。海王星盾牌是北约2020年提出的海王星项目框架下执行的第3场军演。美军官员称，此次演习的演练项目早已定下，但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演习内容也有相应调整。按计划，此次演习将一直持续至本月底，而演习地点除地中海外，还涵盖亚得里亚海和波罗的海地区。对于海王星盾牌演习，俄海军地中海特遣舰队表示正在密切监视一切动态。此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行动正导致地区军事风险升高，迫使俄方保持警惕。俄正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边境安全。在俄乌冲突这样一种背景下，任何的军演都会增加对方特别是俄罗斯的一个不安全感因此会引发一些对称的俄罗斯的一些军演，所以说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俄与北约之间的安全互信，俄与北约的安全对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欧洲地区的基本态势。此外，北约更是准备将手直接伸进黑海。近段时间以来，北约空中侦察力量就频繁在黑海上空出没。有观点认为，俄海军在黑海频繁遭受打击，与北约的情报支持密不可分，包括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的沉没和北约脱不了干系。而最近，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基斯又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讨论了在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建立保护走廊的问题，讨论派他国船只和飞机进驻黑海地区，为从敖德萨运出的粮食提供保护。乌克兰生产了全球约12%的小麦，他们通常从黑海沿岸港口装上运输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运往其他国家。但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指控俄罗斯海军严密封锁乌克兰港口，导致大量粮食堆积在港口无法外运，进而造成非洲、中东和亚洲国家的粮食短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冲突之前，英国就已经多次派遣海军舰艇前往黑海。去年，英国保卫者号驱逐舰曾在黑海海域遭俄军开火警告驱逐，俄方指责英舰擅闯俄罗斯领海。
不过，美国防长奥斯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均表示，暂时没有计划派遣美国军舰进入黑海，以支持这样的行动。但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为打破俄罗斯封锁黑海的实质性动作，奥斯汀宣布，丹麦政府批准向乌克兰军方转让数量不详的鱼叉反舰导弹和岸基发射装置，以将黑海的俄海军目标纳入攻击范围之中。为打破俄海军对黑海的控制，白宫最近数周也一直在努力让乌克兰获得更先进的 NSM 海军打击导弹。对于北约通过黑海介入俄乌冲突的一系列尝试，不少西方防务专家都强调其中的高风险。英国《泰晤士报》引用匿名西方官员的话警告说，在未经俄罗斯同意的情况下尝试这样做，会增加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而如果北约执意向黑海派出海军舰艇护航，还面临国际条约的限制。根据黑海沿岸国签署的蒙特勒公约，就严格限制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驶入黑海的吨位以及停留时间。事实上，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方面已经宣布关闭了土耳其海峡，从而让所有国家的军舰都无法进入黑海执行任务。表面上，土耳其是不让俄罗斯海军其余舰队的舰艇进入黑海，实际上，土耳其还拦住了北约军舰的动作。